商战寺。大家看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三藏就是我们俗称的唐僧唐三藏。那这里呢，看这个就肯定是跟唐僧有关了。唐僧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西游记》当中一个核心人物。尽管说《西游记》是一部神话小说，但是里面很多人物啊都是有原型的，典型的就是唐僧。他的原型就是唐朝初年一个和尚唐三藏，我们俗称的玄奘法师。在陕西有很多关于唐僧的一些记录，包括唐僧的墓，还有唐僧去世的地方，我们之前都看过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的是在山西的大山当中，这里呢据说保存了唐僧的真容像。我们去很多地方说《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长什么样子，还是第一次听说唐僧的真容能够找得到。那在这种大山里面，为什么会有关于唐僧的故事、唐僧的真容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在《西游记》当中，唐僧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了很多妖怪，他们呢都想吃唐僧肉。其实呢，唐僧他的外貌及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可谓是一个美男子。你像在《西游记》当中，很多妖怪，包括里面的一些国王，都要嫁给唐僧。典型的就是女儿国的国王。那唐僧如果长得不好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按照描述，他是这样的：风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凝漆，唇红口似方，顶平额阔，天苍满，目秀眉清地格长，一生不俗是才郎，可以说是好一个妙龄聪俊风流子。这就解释了女儿国的国王和一些妖精为什么要嫁给唐僧。唐僧的原型，他是唐朝初年的玄奘法师，叫做唐三藏。他原名是陈毅，是洛阳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了很多经书。因为感到各个地方的那些和尚啊，我们说的法师说的有点不一样，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于是呢决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我们看影视剧中说唐僧是被李世民派出去取经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玄奘曾经向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但是呢没有同意。因为在封建社会，你出远门的话也要有通关文牒的，要不然会被那些关口官府抓起来。在公元629年，当时有一个饥荒，允许老百姓呢自行求生。唐僧呢，他就从长安出发，这样的话准备去西天取经，相当于是偷渡。他一路过去，在路上呢也遇到很多关口。当时在玉门关还是哪个地方呢，他被当时的守卫士兵拦住了，想把他遣回去。当时唐僧呢就坐下跟他们讲一些我们说的经书这一类的，那些士兵啊被他感动了，于是呢他能够继续前行去取经。在取经的过程中呢，他也收了很多徒弟，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确实真的有。其中大徒弟呢是在瓜州收徒的，如果我们到时候去走河西走廊，我们也会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唐三藏实际来讲，他比较有名的徒弟呢，大家应该听过，叫辩机。这个人呢后来是被腰斩了。我们在西安南郊的唐僧墓，是唐僧和他的2个弟子埋葬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弟子呢辩机就被腰斩了，没有埋在那里。辩机这个人相当于是跟高阳公主私通嘛，后来被李世民发现了，就把他处死了。所以经常有人开玩笑说，猪八戒的原型可能就是辩机。所以我们得了解，唐僧他这个人，他去西天取经并不是由李世民派去的，而是他偷渡走出了大唐的管辖范围，一路呢经过艰难险阻，历经万里，到达了我们当时说的天竺取经，后面呢又回来。他是在贞观19年返回长安，从贞观3年出去，也就是说在这个取经往返的途中大概是16年17年这个样子，带回了很多经书，总共大概是657部。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召见。那这个时候玄奘他就已经名闻天下了。回来之后，
从贞观19年开始到唐僧去世大概有20年时间，他主要是在西安以及铜川的玉华宫翻译经书，总共翻译大小经书75部1335卷，最后是在陕西铜川的玉华宫去世。之前那个地方是皇家的使用地，后面把它赐给了唐玄奘翻译经书使用。唐僧的这个一生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所以《西游记》才以他的原型来描述。这就是三藏寺，也叫大安寺，它是位于山西省阳泉县的龙泉村，距离太原县城大概60多公里。按照资料记载，这座庙宇始建于唐朝，到现在已经1300年，将近1400多年的历史了，保持了相对比较完好。与大多数寺庙一样，三藏寺呢也是以主愿为主。最关键的一点呢，它这个寺庙好像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庙，就是说里面供奉的有释迦牟尼，有老子，还有孔子。其实三教是在山西很多啊，现在去里面看一下，听说里面有一个殿还供奉着孙悟空。在山西关于孙悟空的庙宇特别多啊，因为很多资料都说山西这个地方是孙悟空的原型所在地，以及《西游记》的起源地都在山西。来到庙里面，看到很多大的柏树和油松树，像这一棵标明的大概是1400年，就证明这个寺庙建世就存在了。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可以根据村落里面的树木或者庙宇里面的树木推测这个地方建村或者建庙多少年。前方就是供奉孙悟空的一个殿。孙悟空这个人物，大家可以说比唐僧可能更熟悉，因为在《西游记》当中，孙悟空呢是嫉恶如仇。之前我们也讲述了很多关于孙悟空的故事，他跟唐僧一样，也是有原型的。最官方最确切的说法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也是唐朝的一名和尚，只不过呢是属于唐朝中期的，叫做悟空禅师，他是陕西人，他同样也是花了几十年时间去西天取经，后面回到了长安。他的墓现在是在陕西咸阳。还有一种说法，孙悟空的原型是在山西，就在山西楼烦县。在唐朝时期，这里有个人叫做孙大庆，他当时考中了武举人，后面呢由于别人的排挤郁郁不得志，他就返回到家乡，在大山里面训练这些猴子，就相当于变成猴兵。在当时，由于楼烦晋乐这一块啊是属于唐王朝养马的地方，最终呢知道孙大庆有这个本事，于是呢就让他管理马，刚好是一个官职。这个就跟那个《西游记》里面弼马温相对应的上。在楼烦那一块，现在还有花果山、水帘洞以及蟠桃园，所以说孙大庆就是《西游记》孙悟空的原型。在当地呢，很多人还说是孙悟空的后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三藏寺，主要是了解一下唐僧的真容像，因为这个地方据说保存了一尊按照唐僧本来面貌雕塑的塑像。前方这个是一个5层塔，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呢，唐僧的真身塑像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塔是叫做唐僧宝塔，唐僧的塑像就在这里面。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反正这样看的话，这个算是一个美男子啊，非常清秀。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唐僧的真容像。据说是唐僧西天取经回到大唐之后，在各个地方进行讲究说法，当时也来到了这里。在讲经说法的过程中，有一个僧人呢，他就把唐僧的真容像记下来，然后回去立马按照原样画下来，一直就保存着。后面到了修建这个寺庙的时候，需要弄一个唐僧的塑像出来，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画像贡献出来，进而建造了这样一尊塑像。我们经常说《西游记》，《西游记》中的唐僧，但是关于这个唐三藏长什么样子，一直都是一个疑问。所以说，这个很有可能是唐僧唯一的真容像。大家看完这个真容像，你会觉得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唐僧呢？他是不是真实唐僧，是不是就是长这个样子呢？我觉得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因为毕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弄一尊塑像出来就说是唐僧。
特别是在寺庙里面。唐僧的真容像我们就看到了，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